春家女，你身上背的是什么东西？太不敬了！来人，在，把身上的挎包给我取下来。张嘴。是。慢着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像什么样子？公堂之上岂能玩笑？快把挎包给我。 哎呀，罗大人，你们幽州的东西不好使啊！您看是换一个还是？不过，我猜幽州的刑具在我手里都不好使，不如节省点力气，等审完了案子再说其他的。我这还是第一次在门外听审，若让父王知道了，还要赞赏罗大人。 帮他调教了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。啊，是哈。哎呀，您是贤王世子殿下，想坐就坐吧。啊，不了，站着也挺新鲜的，不劳烦各位。韩大人，幸好有您在。 这要是让老爷看见，得多心疼小姐啊！放心吧，不会让你家小姐吃这亏的。嗯。春家女，你所诉何事？大人，民女所诉有二：一诉为密库盗窃一案，单一无辜被牵连，蒙冤入狱，屈打成招；二诉单一祖父的坟墓被盗，至今尸体仍未找到。学生冤枉，学生冤枉啊！大人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。 天理人伦乃我朝立身之根本，如今双双被迫，还请大人明鉴，还单一一个公道。康大人，春宋时所变甚是荒唐，审讯用刑本就是律法允许。至于说这单家坟地被挖，乃盗墓贼所为，与节度使府的盗窃案何干？怎知不是单家祖上无德，才会遭此横祸呢？你一个小小的女子。 不知有何胆量来到这堂上。但说到律法，可知诸位人作词牒，加增其状，不知所告者斥50。若加增最重，减诬告1等。我当然知道，劳烦田先生费心了，还要特意提醒我。民女虽然愚笨，但也知道这身为讼师，断不能冤枉别人，也不能被别人冤枉。堂下单一。 你可要反诉？是。春小姐所言，均能代表学生本人。那么你之前所招认之事呢？学生堂上起居、翻供，其他事宜均由春小姐做主。好，看你伤重，免你跪礼。来人，赐座。是。谢大人。 田秀才，单一起居，反诉之事你可认？当然不认。当堂翻供，藐视我朝律法，大人应严惩单一才是。田先生，您确定当日之供就是事实吗？那还有假？白纸黑字。天下事都绕不过一个理字，若是道理都说不通，就算是认下了，也未必是真的。单说单一这个案子，无外乎3个道理。 目的、手段、结果，可偏偏这3点都说不通，前后矛盾，漏洞百出，一看就是在严刑拷打之下胡乱说出来的。康大人，本朝律法虽有规定可以当堂用刑，可一味的用刑，岂是追求真相的态度？好，那你说说，哪里不通？第一点，就是目的。请问，这盗窃者为何呀？当然是为财了。
单家贫困，要以出租房屋才能补贴家用。田先生一看就没有调查过单家吧？单一的祖父开了一间医馆，单一长大以后就继承了祖业，祖孙二人很是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还为百姓施医赠药。就算是自己苦，也还是要做那积德之事。这样的人怎会行盗窃之事呢？或许他看不上小钱，却能看重大钱呢。黄白之物动人心，说不定他这是伪善，是沽名钓誉呢。田先生这话有证据吗？若是没有，岂不是冤枉了两位好人？民女有证据。大人，这是单一街坊四邻的证词。根据街坊四邻所述，单先生，单家祖孙乐善好施，遇见家境不好的，还不收他们诊金。谢谢。这样的为人，断没有动机，也没有可能会做出这样的惊天大案。虽说没有外人知道的动机，但种种迹象都指向了这个人。知人知面，岂知心呢？啊！纯宋师，你不要忘记，在节度使府中演武堂发现的暗道，正是通往单家的。你的证据只是言论，而这条证据却是唯一的铁证。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，手段。是，那密道是通下单家医馆，可单一的口供里也说了，那个房间租给了做生意的旅人，而他们家是分为东西2个院子，为了避免彼此打扰，中间还筑了一道高墙。怎么会这么巧？早不住，晚不住，偏偏等到旅人来了才筑墙。那就不说地上了，我们说说地下。挖这么大一条密道，肯定有土方吧？这土方挖出来以后去哪儿了呢？从单家到演武堂地形复杂，挖密道需要地形图，这地形图又从哪儿来呢？据我了解，住在单家的旅人以贩卖小吃为生，3个人出门贩卖，7个人待在家里。他们起床很晚，下午才出摊，所以这大部分时日就是在家里挖地道。可是，要把土方运出去，要如何掩人耳目呢？虽然幽州城没有宵禁的制度，可晚上也有巡逻的兵卫吧？这罗府也应该有巡逻的府兵啊。罗节帅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敢问各位大人，定一个人的罪，只凭口供就可以吗？那单一家里面又没有罗节帅丢失的财物，他祖父的坟墓也是空空如也，如何定罪啊？大人，我祖父一生行善积德，到头来却曝尸荒野，至今连尸首都找不到。这老天无眼，老天无眼呐！老天无眼，可是大人看得见，天理看得见。若非单一不肯开棺，事情也不会闹到如此地步。他捂着盖着，让盗墓者以为里面有财宝，才会偷偷挖开。说到底，他祖父死后不得安宁，全都怪单一不孝所致。由此看来，连百姓都认为单一有罪。这么多有钱人家的墓不盗，偏偏挖他们家的墓吗？田先生，罗节帅，那敢问结果如何呢？他祖父的墓里不还是什么都没有吗？而且罗节帅此话不妥啊！难道您是亲自调查了这每一个百姓的意见吗？征途弥不得无礼。罗大人既然开口，那必定是有周密的调查过，不然岂会空口无凭呢？是，康大人所言有理，行私之事务必严谨，不然的话就会耽误一个人的前程和命运。岂能像田先生这样闭门造车、空口无凭、胡乱臆测，拍拍脑袋说自己什么都明白了？那岂不是辜负了国法和人理？得一官不容，失一官不辱。莫说一官无用，地方全靠一官，食百姓之食，穿百姓之衣，莫道百姓可欺，自己也是百姓啊！您且抬头看看，如此草菅人命，让大人如何为官啊？你，大家都知道是谁开的棺，心照不宣而已。那，就拿坏人没办法了吗？单一倒是想告罗丽偷棺掘墓，但是现在不行。其实上堂是一种衡量，利益的衡量，结果的衡量。让罗丽承担失职的罪名，就是最好的结果。土方的事，
春家女有何高见呢？这正是我要说的第3点。结果，要掩饰土方的事，那么就需要很长的时日。土木混在一起，蚕食般消化，才可能让人看不出。而且挖完密道，要运出土方，肯定要熟悉罗府的地形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弄清楚巡逻兵的班次。罗大人，请问这些东西外人如何得知啊？有一句话叫做“日防夜防，家贼难防”。既然是老夫的家事，那就与诸位无关了。堂下善医，你待会儿就跟我回到节度使府，继续配合我，来调查盗贼一事。春家女，你的见解这么独到，你就留在这里吧。康大人不会不允许的。老夫啊，还是头一回遭遇如此大难呢。如果陛下知道了，他一定会赞赏你，帮助他为我这个2朝元老分忧啊！无耻之徒，他竟敢在堂上直接威胁！什么声音啊？现在外面的人都已经知道幽州来了一个为民请命、惩恶扬善的女讼师。怎么了？涉及己身的时候，你就想打退堂鼓不成吗？大人若想留下民女，民女自无二话。但是大人得告诉我，这密库里究竟有什么？盗窃者到底是为了名还是为了利？只有知道了目的，才判断出来历；判断出了来历，才能锁定范围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都跟善医无关。把善医留下也没有用，留下民女即可。有道理。那春荼蘼留下，我自当如实禀告陛下。春荼蘼，你要将案情一五一十的汇报到都中，让陛下放心才好。你在汴州的祖父最近身体还好吗？不如把他接过来吧。你们一家团聚了，你也好在我这儿安心的做事儿啊。多谢大人，您费心了。祖父在家身体硬朗得很，春家在汴州的军中也算是小有名气。只是，若是春家搬走了，恐怕街坊邻居不会遗忘。遗忘？哼，他们忘不忘有何干系啊？我们小门小户的，当然没关系。这汴州少我们一个不会怎么样，幽州多我们一个也不会怎么样。只是，罗杰帅使汴州的府兵少了一户，难道会有隐情？这百姓惦记的可不是消失的春家，而是令春家消失的罗杰帅。罗大人，我们此次巡阅只是为了遍查冤假错案，过多的事情我们就不做干涉了。春荼蘼是我请来核查卷宗的，至于捉拿盗贼之事，不是他擅长的。如果老夫硬要把这2个人留下呢？善医豁得出去，民女豁得出去，那罗大人豁得出去吗？善医治效良善，何等刚烈，而我呢，不过就是不想让惩恶扬善变成一句空话。罗杰帅，您现在一定很不耐烦又生气，觉得我这个小丫头是活腻了吧，竟敢跟您作对。可是，我若是连这么善良的一个人都救不了，我以后有何颜面？张口律法，闭口道义啊！我娘的愿望是惩恶扬善，之前我一直没懂她真正的意思，历经此案至今，我终于明白了。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保护好人，让世间有更多的人敢去做好事。善医何等至孝，也没有违背律法，在他身上因找不到结果，所以还请罗大人开恩。其实啊，这个案子早已经审结了，但是康大人他人仔细，发现了异情，又重新审理了本案。既然善医当堂翻供，那
就依律法而行吧。多谢罗大人，还请罗节帅看在善一知孝的份上，严惩那些玩忽职守的兵卫，帮善一找到祖父的遗体。好，那就拿下当晚所有守关的守卫，以军法论处。是。幽州的案子呀，还是最好由我们幽州人自己来审理的好。康大人，你就早日上路吧，老夫也就不远送了。好。本官宣判单一无罪释放，发还家产。谢大人。哼，谢大人。你快起来吧，我一介草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回去找到尸体，好好安葬。为着安全，我劝你还是尽快离开幽州城。春小姐，我本以为会死在这儿，没成想，请受我一拜。别，您快起来吧。图明，你这次做得很好，还不是多亏了康大人和韩大人。若你要是无凭无据，我们也不好护你啊。多谢大人。